弟弟，那你知道我們這個地方是哪裡嗎？釜山。对，我們上一次第一次來釜山，超級喜歡。我自己是覺得我比首爾還要來得更喜歡釜山。其實已經有一群人在民宿等我們了。這是我們第一次跟他們一起來的。對，我們這一次是跟誰一起來玩？乐乐姐姐跟七七姐姐跟菲菲姐姐跟姑姑跟阿北。而且他直接一口氣講完，很厲害。然後我們這次住的住宿是大家可以住在一起的，对嗎？坐在一起很默契。对，很棒，这樣子晚上就有人跟你玩了。这樣就有脫音了。正解。就會有很多人跟我一起玩了。好，我跟大家介紹一下，這位是我的姐姐彤彤姐，這個是弟弟的姐姐們，兩個姐姐，一個珍珍，一個西西姐姐。我們這次住的這個是 Airbnb， 這一進來之後呢，它在一個大樓裡面，它的空間感其實蠻夠的。這邊有一個大家可以聚在這邊吃飯的地方，這種軟墊型的區域，我覺得很適合小朋友哎。你看他們已經玩開心了。一間房間是2張雙人床，另外一間房間也是2張雙人床，它有一個超大台的，這是空淨清淨機，這裡有一個冰箱。然後還有洗烘托，然後一個開放式的廚房，簡易的。這位是我哥哥和舅媽，這個是另外一間房間，哎，很大間呢，比較是長條形的設計。然後第一間房間，第二間房間，我覺得它比較像學生出租的感覺。然後繼續往前走的話，就才是一個廚房，4間房間，3間衛浴，然後2個客廳，總共的金額是這樣子。但我必須說，這2間房間的廁所還真小哎。它就長這樣子就沒了，然後那個沖澡的在那邊，所以它幾乎就是一個，我覺得比日本還小了。它是一個很簡單的沖澡的空間，沒有什麼衛浴分離。電梯出來的地方，它還做了2個帳篷，這樣子你看，一個帳篷就屬於第一間的，然後是一個大家聚餐的地方。第一間我們來到的是豔陽烤肉，它是烤韓牛，然後它是好像有在米其林榜單裡，還是有上過韓國一些美食節目的。連司機剛剛都跟我們說，哦，豔陽烤肉真的是 No.1， 他們的熱眼牛排也很有名，所以我們點了3份他們最有名的韓牛，然後再加上1份熱眼牛排，是我最喜歡的炭火烤肉。它的韓牛已經上來了，豔陽烤韓牛，然後你看它長得非常的漂亮。然後他先幫我們烤了這個熱眼牛排，這個聲音很棒，我喜歡。烤了之後呢，大姐就會直接把這個烤好的肉剪好，然後放到你的碗裡。那我不客氣了哦。他是要鹽巴瓦薩比，他很堅持。好軟嫩哦。巴西手要。它熱眼的部位是非常的軟嫩，沒有一點點柴。應該是我目前來韓國吃過最好吃的韓牛。我是吃它有點筋的地方，也不會有問題，對不對？很酷哎，它這個碎肉直接這樣子放上去。韓國通常都是1塊的那種肉。對，我第一次看到這樣子，就是好像有點漢堡排的肉。對啊，不知道豔陽烤牛肉到底是什麼味道哎。它很特別的是，它會把菜就直接夾到你的碗裡，你的碗就是這個碗。然後這個菜就是酸酸甜甜的，我照它的方式吃小菜，馬鈴配上這個沙拉醬也很好吃，很清爽。我覺得量不多，對，好像可以再多點。大醬湯，然後另外一份是泡菜湯，看起來超好吃。哦，這邊都是明星來吃過的簽名牆。金宣虎。2024、2025、2026都有米其林。吃飽喝足，我覺得這間店很推，因為我覺得它是真的好吃。但是一開始因為它是比較偏銅盤烤，它就是放下去它還是有煙。其實我的眼睛有點被燻到，就是香香。我剛剛還去廁所洗把臉。因為我就覺得我的臉好像有點悶悶的感覺，油膩的感覺。我覺得在韓國吃烤肉就很容易遇到這種，正常啦。但我覺得大家還是要來好嗎？吃一下。好吃。從豔陽烤肉走出來，很快就看到廣安大橋。像這一片沙灘呢，其實晚上大家也會在這邊散步。我們在路上經過了一個很特別的攤販，它就是一個碰糖，就是像魷魚遊戲那種，他就坐在邊邊，然後在等那個圖案做好，然後把它搓出來。等一下我要跟你一起說。好厲害哦！聖誕樹居然成功了哦，成功會再得到一個。好，你可以先拿。弟弟的聖誕樹可愛。弟弟很緊張。弟弟不要發抖。爸爸你不要漏氣哦。他緊張到不敢看了啦！哇，爸爸成功了！聖誕樹，對，成功哎！你好棒哦！
太好吃了哦！阿婆，我會在魷魚遊戲裡面活到最後。你也棒哎！好玩好玩，我觉得如果大家在路邊有經過這個魷魚遊戲攤販，可以試試看。以後都要跟他們一起出國。你知道弟弟現在在哪裡嗎？在他們隔壁房間，他們玩得超開心。你看起來真的好廢，好享受哦。就這樣子吃飽飯，然後我們就走了30分鐘，漫步那個海灘，然後那個風，那個沙，然後那個煙火這樣子。我現在很髒。還好這一次我們還是有帶着我們每一次出國的好朋友，瑞典美容儀器品牌 Foreo 的 Lunar4 洗臉機。都是我們的忠實觀眾的話呢，應該都看過很多次，因為真的很好用。我們這一次會介紹給大家，是因為我們有碰上母親節檔期，所以覺得又有一個優惠可以分享給大家。對，有優惠就是要分享。用了2年了，然后我们几乎出國都會帶着它。用到我跟身邊的人都大推特推，而且我每一次晚上回家，我都會用那個 Foreo 洗臉儀。尤其是我們剛吃完烤肉，然後再加上那個海風啊。我自己很喜歡帶它的原因，是因為它真的是很小巧，然後很方便攜帶。重點是它出門我都不用帶充電器，充滿一次我用1個月都還有電呢。再來跟大家介紹一次洗臉機的使用方式。使用 Foreo 之前都會先卸妝，卸完妝之後才可以洗臉，超髒。今天我們去吃了烤肉，然後我們又在沙灘上走了這麼久，臉會髒是難免的啦，請你離開。你卸妝完之後有差很多嗎？差很多啊，但是我的皮膚還是很好。我覺得這台機器很貼心的地方是它有分3種機型，這一台的話呢就是敏感肌適用的，還有一般的肌膚或者是混合肌，它都有不一樣的機型你可以選擇。然後它又有 APP， 可以調整最符合你臉部的按摩方式，而且它只需要設定一次，之後就直接開啟電源鈕就可以了。我自己的習慣是喜歡直接將洗面乳擠在機器上面，然後一邊按摩一邊清潔臉部。你也可以依照當天的需求来去調整力道。我觉得按深層清潔模式加強臉部的清潔，尤其是鼻翼這邊，我就會加強按摩，因為這邊很容易就長粉刺，超舒服。我最喜歡洗臉的時光，很舒服，真的很舒服，大家真的要試試看。幹嘛？而且它全機防水加上一體成型的設計，也不容易藏污納垢，清潔起來超方便。不知道這樣看不看得出來，它的抗菌矽膠刷頭非常柔軟，真的好舒服。每次洗完都覺得臉又可以呼吸了。我覺得用洗臉機洗起來的感覺跟手洗是完全不一樣的，它有一種深層髒污被連根拔起來的那種感覺。洗完臉之後也可以用洗臉機的背面，一邊擦保養品一邊按摩臉部。這樣子上提，大家要記得保養品是要這樣向上塗，讓保養品吸收進去。這樣，我整個亮一截，好扯啊！你怎麼會？我這邊都是那個油煙啊，還有那個風沙啊。你真的趕快去洗臉，我覺得你好黑，好髒。我等一下就會拿我的Lunar4去洗。你要超級深層。好的。你要 deep。以上就是我們使用 Foreo 洗臉機多年的心得，真的超級好用，我真的是觉得很好用，我们才会一直用下去，然後才會在折扣的時候一定要分享給大家。有空的話，真的快點點到鏈接去買，不會好。現在有母親節優惠，有興趣的人可以點下方鏈接。可是老婆，我們現在要去接弟弟回來了。你這個感覺好可怕。現在已經11點半了，舅媽他們還沒有叫弟弟回來。辛苦大家了，你們有玩得很開心嗎？我們要跟他一起睡嗎？看你呀，看你呀，看你呀。他說他想跟我们睡，他不是，可是他們好啊，好啊。所以是你要跟4個人睡？是我吧？所以你 OK 嗎？你回答不出來。我們現在抵達的是釜山的 Sky Lodge， 這次我們是直接在 Klook 上面買票。他要拿大本。我們之前都是自己來啦，但是這一次呢，帶着那種小朋友來，小學生。我們原本以為他可以跟我們一起坐的，然後他會看，例如像我們原本以為有一個剛滿110公分的小妹妹可以跟我們一起坐，結果那個票務人員就說沒有哦，他算一台車哦。西西，等一下你要自己開一台車可以嗎？我們在 Klook 上面一張票呢是635元台幣，你知道現場買票一樣是4次一模一樣的票，你知道多少錢嗎？800多塊。弟弟陸陸續續也玩了 Sky Lodge 好幾次了，每一次來都還是帶綠色的。我覺得 Sky Lodge 開始要陪弟弟成長了。我們每到一個地方，然後他就開始越戴越大。這個安全帽下來之後不要換，也不要丟哦，因為它上面的 QR code 就是會在路上拍你的照片。你可以去，就是有點像遊樂設施那種照片。他直接幫他女兒拿最大號，什麼意思？不是的吧？大朋友小朋友準備出發了嗎？準備了。怎麼突然就變慢？哦，
也沒有變慢吧，可能是因為風比較大，它會慢慢的上去吧。這應該是我們坐過纜車最晃最大的一次。看前面的那個纜車，我自己的纜車也晃得很大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寶寶這邊。為什麼一樣的錢，它的好像看起來比較好玩？好玩嗎？很恐怖哎，這個缆車，對不對？而且它看起来很短，其實很高哎。我跟你說，是因為今天的風太大了，我也覺得這次風大到有點恐怖。真的哦。我们有分第一次的話，要沿着第一條線走，首次搭乘的旅客，綠色線。妹妹弟弟，終結腳把球。我要再加速。加速！是誰來了？媽媽。我也想找媽媽。哎，我發現 Sky Luge 在釜山這邊的彎道比較多，斜坡也比較斜的感覺。這邊有更快的感覺。剛剛我們一個小妹妹剛滿111的，她必須要自己坐一台，結果她自己在路上的時候又忘記怎麼操控車子了，然後就很慢很慢的下來，我覺得她已經慌爆了。她在路邊哭啊，她停在路邊哭。那你覺得好玩嗎？就玩，我覺得。他玩得很開心哎！他剛剛坐纜車的時候跟我說：“媽媽，我不要再上來了。”然後開下來說：“媽媽，我們什麼時候要上去？”你剛剛自己看，你有覺得速度太快了嗎？就是有時候會慢，有時候會快，然後好像中了2-3次。那你覺得我們這一趟總共會玩4次夠嗎？不夠。不夠。然後請加速，老婆你要漂亮哦。我很漂亮。耶！過去吧，拜拜。拜拜。媽媽表現得很好哦，謝謝。終於大家這一次一起回來了，真的帶小朋友如果有大家一起的話，真的是會更好玩的。可以跟大家建議一下，要走橘線，對，橘色線好像比較好玩。好像比較好玩。下面的那個cheese熱狗棒超牽絲的哦，可以買，很適合就是玩完之後然後吃一下解饞。姐姐們覺得好玩嗎？要買完啊，等一下就跟我。那你覺得下次來釜山還會再來嗎？如果是我嗎？會啊，帶小孩還是會來的。還是會來。小孩也是玩得蠻開心的。那你覺得 Sky Luge 這東西是不是到每一個城市如果有的話都可以去玩一下？可以，就是想要看一下每個賽道的。快來台灣啦！台灣要坐在哪？陽明山。北投。對啊，很適合啊。你們覺得好玩嗎？還是你們覺得很可怕？纜車也差點上不去。然後第一次下來的時候又卡在中間，然後最後一次開太慢被他爸罵。那你自己覺得好玩嗎？原本應該要很好玩。我們剛剛其實回去民宿偷休息了一下，好累哦。現在已經晚上了，應該看得出來。直接來吃晚餐，我們找到的是這個釜山烤豬肋排，剛好不用排隊，不然他平常應該是要排很久的哦。你看旁邊就有一個號碼機了，哎，他們兩個是要自己開桌是不是？這邊的訂單其實很簡單哦，它就是烤排骨，然後有分4種口味，連烤，然後溫和一點感覺是醬烤，然後一點辣醬，還有很辣的。然後再來就是韓國煎餅，我看到有人說好吃，烤蝦也有人說好吃，玉米奶酪也有人說好吃哦。來了，看起來真的很好吃。這個是純粹是鹽烤的，然後這個是醬燒的，他們那邊的是辣的。來了，它直接已經給我們有點像半成品的感覺，它應該已經有稍微簡單烤過了，所以其實你上來之後就是加熱，然後讓它再焦香一點就可以直接上了。吃這個很簡單，就真的是直接這樣子吃。等一下，很好吃，還不錯，蠻好吃的。剛好吃，所以有一点辣，但是很好吃，幾乎不辣。它的肉蠻軟的，蠻有嚼勁的，我還蠻喜歡。我覺得吃這家還蠻方便的，就是不會有一種弄得很阿雜或是你不知道有沒有熟的感覺。我覺得原味很好吃哎。通常我喜歡吃那種醬香烤得很香，但它原味的那個肉香味沒有豬腥味，有一個很單純的味道，有一個會讓你落淚的單純感。我覺得這個好像比辣味的好吃。哦，你反而喜歡原始的原味，有阿嬤的味道？沒有。我就要提醒大家一件事情，就是因為他手套還有那個直接給我，我就會很直覺地覺得說，哦，我可以直接從烤盤上面拿下來。可是我剛剛發現有一些地方它有點被燙融化，其實這樣子你是會吃到塑化劑什麼的。不可能剛吃飽跑進來這邊呢，我們也要玩哦，我沒辦法哦，看起來超好玩的。可是弟弟你會轉彎嗎？怎麼轉？我看。不可能這麼小就會騎車哎，好像有一點勉強。我們現在決定來吃李在磨披薩，也是很有名的。我們現在在2號店這邊，首先你要到前面那邊去領號碼牌。那我剛剛登記呢，他說大概等10分鐘。那我們剛剛點了3份披薩，
然後其中還有點了一份意大利麵，然後又點了香蒜麵包。但我很期待它的披薩，因為它的披薩聽說是大家吃過最好吃的披薩。我们从上次就很期待了。這個是奶酪沙拉，我覺得它的這個奶酪啊是可以點的，因為它的奶酪不是那種，我覺得它不是那種用菜用的奶酪，它是麵包上的奶酪。我很喜歡的。哇，來了！你看這個披薩，它非常的會牽絲，我剛剛有點嚇到。這個有點像廣告去拍出來的感覺了吧？很誇張，到底要多高？通常起司加很多你會很鹹，但它也不會很鹹，就剛剛好。哇，看誰拉最長，我看。還可以再長嗎？哎，好長好長，好誇張！李在磨披薩真的還蠻好吃的，還不錯。我覺得如果你今天是可能2大1小的話呢，就真的是一個小的就夠了。因為它其實分量不大，但是它的那個 cheese 真的加得很滿。抵達樂天百貨，我們已經準備好開逛了。今天有舅媽可以幫我們顧小孩。到了，它好像是遊戲式咖啡廳，然後大人可以在旁邊吃東西這樣子，看起來很不錯哈。為了抑制我的購物慾，我自告奮勇的選擇了照顧他們。怎麼可能？你看這些小孩，他們其實自己就可以玩了。有3年級的大姐姐一定可以照顧好他們的。這裡是南浦洞的樂天百貨，大家可以參考看看。這邊有還蠻多這種可以爬的地方。這裡也有一小區，我覺得他們4個好可愛哦。舅媽如果想玩不要客氣就進來啊。我看舅媽好像很開心，遲遲不捨得離開。哇，你看他們玩的有多開心，跳得好高，好好玩。我們怎麼會在這裡？哎，我們不是已經被定位為專業的親子開箱嗎？就是各個城市的親子開箱，像這種百貨裡面的旅遊啊，很多人都說看你泰國那個好想去哦。它這邊的風格就是很精緻，然後很溫馨感，然後它還有一些電子設備，像這種騎馬的等等的。哦，沙坑區其實它算是別有洞天誒。其實這個遊戲區比起其他的地方，它更多了一些大朋友可以玩的，像這種賽車啊，或者是騎馬啊等等的。這一區更是不得了，它有一個真正的賽車，可以讓你這樣子遊一圈。這個橋這樣子過去之後下去，裡面又是另外一個別有洞天的遊戲室。老婆，我覺得我們真的不用那麼忙了，我們去做我們的事好了。我也覺得。我們真的完完全全可以去剪片啊，幹嘛的？我們去旁邊咖啡廳的座位坐，你們有事再來找我們。老婆，快逃，快逃！他們可以顧得很好。你看旁邊還有這一區，就專門給大人坐着休息的地方，很棒。我覺得韓國有這個地方真的很棒。這裡面的花，姐姐們會放進去裡面。如果有找到花的話，就可以換1支棒棒糖，知道嗎？那快點去拿，快點去拿。哦，拿到1支花了，好，等一下去換棒棒糖，很好。整體而言，我們在這間遊戲是2個小時，最後還有一個 happy ending，就是換到1支棒棒糖。如果大家帶小孩來釜山的話，歡迎來這邊，我覺得不錯。下雨天可以來。我們這個樂天百貨直接過一個引導大橋過去了之後，我們就可以直接到明星一只雞了。我覺得小孩在這個百貨真的是有放到電啦，很棒。明星一只雞哈，它就是吃雞湯啦，韓國的特色。我們今天應該是點2到3人份的1只雞吧，然後還有這個刀削麵啊。其實我也是 very 期待，因為很多人說這個是他吃過最好吃的1只雞。他直接把我們一整鍋滾好，然後直接上了，好像跟在首爾的地方不太一樣。因為我上網看，很多人說這樣一大鍋，他覺得怎麼可能吃得完？結果殊不知真的就一口一口吃完了。我們來看看我們是不是也這樣子？因為它的雞肉就真的很軟嫩，跟我們自己煮的雞湯不太一樣。所以我覺得它的雞肉是絕對要加醬的。你不加醬的話，就真的就是水煮雞肉，然後是很嫩沒錯，可是我覺得不加醬會有雞味。我超級愛加醬，所以這個醬是好吃的。对啊，我都想要問他在哪裡買的，我也要買。我們加的醬呢，其實就是他桌邊的那個醬油，然後再加上他桌上的這一點點的那個辣椒，這樣子去攪成這一碗醬就很夠味。你看這個煮到最後，我們看到什麼東西？它的肉呢？它的肉怎麼都不見了？很像我們喜宴喝到的雞湯。我覺得比喜宴還厲害。好香哦，聞到那個麻油海苔的味道了。它的粥很不粥哎，我們剛剛明明就是喝湯，可它現在上面感覺浮一層麻油，出乎意料的好吃。就是你已經吃飽了，可是你再吃這個，會有一種我還可以再吃一點點。来要了。對，還要對不对？吃不夠，吃不夠。粥最好吃，就是可以再來一次。不要点饺子啦，饺子不好吃。下一站我們來到的是這一間詹在網絡上找到好像超級好吃的鹽可頌，看起來很厲害，而且超香的。它這裡是一個非常可愛的用餐區，但現在有點冷，晚上不太適合哦。然後它就是一個很古典的一個店面。
哎，你怎麼自己有一個地方吃啊？還有自己的空間呢？好啦，蠻好吃的啦，很油，很好吃，然後蠻脆的。好，我们再去买吧。这间海雲台的麵包店好吃，鹽可頌，它的底很好吃，可是我覺得上面有一點乾。釜山最後一餐，我們晚餐明明就吃得很飽了，但還是覺得不能錯過男子烤肉，這真的是我們的最愛。然後他現在在廣安里這邊有開一間分店，非常的棒。一樣，他直接上了一個花蟹湯，然後他的泡菜我記得好像蠻好吃的，我記得是特別的辣味的豆芽菜。他會直接幫我們把所有的肉都烤好。哦，真的是覺得男子烤肉應該是真的很厲害。是我們先發現的，我們在大家都還沒有特別覺得這間好吃的時候，我們上一支影片就狂推這間了，我們的第一名。最棒。然後他會幫我們一塊一塊的這樣子剪好。我每次都覺得韓國烤肉的人真的好厲害，他們都可以把那個肉剪得好漂亮，然後大小都差不多。哦，對，他會幫我們烤泡菜。釜山這邊的肉，他們都會有賣單獨的這個乳酪。如果你們有看到的話，一定要點，因為它會把它烤焦，它會把它烤軟，然後就會變成很好吃的cheese。加起来很好吃，是不是？成功了，成功了，我們今天成功了。加起来很好吃。烤排骨的部分一樣是店員會幫我們全程代烤，而且我覺得它有點像是小火代烤的感覺。這個烤排骨的部分最少是2人份起跳。我上次跟詹來，我們就沒有點烤排骨，因為我們應該吃不完。我覺得這間店不只是好吃，它的服務人員都非常的優秀，不會有我們自己烤焦的可能性。這是我最愛這間店的一個地方。我烤焦是沒關係啊，但是有人可以幫忙烤是一件很棒的事情。你覺得好玩嗎？那我覺得這一次呢，吃的話，烤樂排嗎？我也是哎，我覺得那間烤排骨真的蠻軟嫩的，然後以純粹吃排骨來講的話，它算是很優質。衣服的話，我覺得我們4月中去的話，一定要穿一個厚一點的外套。其實還是偏冷哦，尤其是晚上的時候那個海風啊。住的話，我覺得這些住的 Airbnb， 它的地理位置不方便，它不是在鬧區，去任何地方都要叫車。但因為我們人夠多，所以其實我們在分擔車費上面其實相對而言便宜。不過我覺得它的床還算舒服啊。我不知道哎，我覺得我沒有特別推，但是我沒有覺得它不好。而且我有自己的壁，如果很冷的話，就可以躲在我的地方吃東西跟睡覺。如果下雨的話，也可以躲在我的娃娃車裡面睡一下，然後跟吃一下。哦，你現在分享你的娃娃車是不是？哦，好，他不需要訂住宿，他只要娃娃車就好了。行的話呢，就是我剛剛說的，我們這一次每一站都是去坐計程車，沒有在坐大眾運輸。主要原因就是因為我們基數夠多，所以其實大家分下來的話，並不會說貴到哪裡去。而且釜山每個點之間都很近。最重要的就是呢，因為韓國真的很常吃烤肉，然後海風又很大。對呀，對呀。還好這次我們也有帶出我們的 Oreo Luna 系列的洗臉機，所以呢，我們可以在每次吃完烤肉之後回去，可能臉油膩膩的，或者吹完海風之後臉油膩膩的都還是可以保持光亮的肌膚。你看看，在母親節檔期有折扣哦，記得到官網上面去購買哦。拜拜。